为了能和爱人真正的融为一体，他竟把男神的嘴巴改装成了菊花。舒坦，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50，刷到这部让我这种变态看了都脑瓜嗡嗡叫的极致猎奇大尺度 R 级恐怖片《霍霍女》。更炸裂的是，这部电影竟然还是日本真实事件改编。看完我才发现，整部片子里的所有角色没有一个是正常人。友情提示：如果你不是重口味，建议赶紧刷走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导演的脑子绝对有啥大病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咱们马上开始。在东京美术大学雕塑系有个叫阿红的男生，这小子长得虽然不如我的粉丝们帅，但他有一手雕刻的绝活，学校里追他的女生还是排老长的队，可偏偏这小子口味独特，放着艺术系的美女不要，他还就迷上了那个金发的外国留学生望月。为了抱得美人归啊，阿红整整熬了3个月，不吃不喝不睡，亲手打造了一尊1:1比例的全裸女性雕塑，还浪漫的取名叫美丽的女性，原型自然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望月。本以为能直接拿下女神，结果望月瞅了一眼那光溜溜的雕像，脸瞬间就绿了。要我说，哪个正常女生能受得了这么尴尬的事啊？哪有这么跟女孩表白的呢？他哪知道，此时展厅的角落里有一双眼睛正死死盯着他。这姑娘就是咱们本片的女战神阿美。她暗恋阿红整整3年，那痴迷程度可以说是走火入魔都是轻的。咱先不说别的，就说阿美干的这些事儿，就连霍霍女看了都自愧不如。她每天啥也不干，就跟着阿红屁股后面跟踪。阿红上课，她在窗外蹲；阿红吃饭，她在邻桌看。晚上那就更离谱了，必须得抱着阿红的雕像才能睡着。其实这还不算完，她不知道从哪配了一把阿红家的钥匙，趁阿红不在家时，天天偷偷溜进去，用阿红的牙刷刷牙，用阿红的毛巾洗脸，穿阿红的衣服，躺在她的床上打滚。更变态的是，她还会在浴室的镜子上用舌头写下黏糊糊的喜欢你3个字，甚至把自己的体毛偷偷放进阿红的锅里煮，就想让阿红吃下去，这样俩人就能真正的融为一体了。咱再回到阿红这边，表白失败的阿红垂头丧气的回到家，一路上都在给望月发消息道歉，心思全在手机上，压根没注意到电梯玻璃外有个黑影正跟着楼层不断闪现。电梯门一开，阿红吓得一哆嗦，房东跟个幽灵一样杵在门口，面无表情，并且一个劲儿的嘀咕着啥玩意儿。松村さん、今日下の階から上から変な音がするって。まさかこの部屋。阿红是一头雾水，也没多想，回到家里就脱衣服洗澡。浴室里雾气腾腾，她擦了擦镜子，突然发现镜子上赫然写了3个大字：喜欢你。阿红以为是哪个恶作剧的，随手就擦掉了，根本没当回事。洗完澡后，她煮了一碗面条当晚餐，可吃着吃着就觉得口感不对，有点塞牙的感觉。结果吐出来一看，我的妈呀，一团乌黑的卷毛缠在面条上，还带着一股子骚味，这下可把阿红给恶心坏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当当当的敲门声。那声音是又急又重，跟擂鼓一样。阿红壮着胆子喊了一声，警察呼びますよ。可外面的动静丝毫没有减弱。没办法，阿红只能凑到猫眼前一看，这一看不要紧呢，差点把他魂给吓飞了。一只巨大的眼睛正死死盯着他，这大半夜的看着相当瘆人。紧接着门把手开始疯狂转动，下一秒门锁竟然从外面开始慢慢转动，眼瞅就要打开房门了。阿红吓得赶紧扑上去，死死按住门把手，浑身抖着跟筛糠一样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外面的动静突然停了。阿红屏住呼吸，等了半天，再凑到猫眼上一看，走廊里空空荡荡，连个鬼影都没有。他长舒一口气，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望月打来了。电话里望月的声音还有点小羞涩，说其实他挺喜欢那尊雕像的，只是当时人太多，不好意思才跑开的。阿红一听，瞬间把刚才的事给忘完了，立马约望月第2天就去游乐场约会。挂了电话，阿红兴奋的睡不着觉呀，完全没察觉到床底下伸出了一只苍白的手。第2天，俩人在游乐园玩的那叫一个开心，所有的项目都玩了一个遍。可阿红总觉得不对劲儿，后背总是凉飕飕的，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。可他回头看的时候啥也没有。玩到下午，望月说想再去看看那尊雕像，阿红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俩人回到美术馆展厅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惊呆了。那尊阿红花了3个月心血打造的雕像，居然被人砸得粉碎，石膏粉散落一地，惨不忍睹。就在这时，展厅里的灯光开始忽明忽暗，阿红的膀胱瞟见远处的走廊里有一个粉色的身影一闪而过。
阿红当时就火了，以为就是这个人砸了他的雕像，不顾望月的阻拦，拔腿就追了上去。他跟那个粉色的身影跑呀跑，一路跑到了一间空教室，这时候他才感觉不对劲，下一秒阿红吓得魂飞魄散，拔腿就跑，一路跑到杂物间，探头一看，那个红衣服的霍霍女正迈着小内八字步慢慢靠近。阿红心脏实在受不了，再一回头，发现霍霍女正趴在柜子顶上，直勾勾地看着他。阿红腿都软了，连忙往外跑，可霍霍女哪能给他机会呢？瞬间就从天花板上跳了下来，像拎小鸡一样把阿红给拎了起来。然后用他火红的大嘴唇子凑到阿红的耳边，竟然跟他表白了。阿红吓得尿不湿都满了，哪顾得上什么喜欢不喜欢，当场就拒绝了对方。可谁知他话音刚落，霍霍女的手就慢慢插进了阿红的眼眶里，硬生生把他的眼珠子给抠了出来。几分钟后，望月赶到杂物间，只看到地上躺着一具没有眼睛的尸体，霍霍女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而这一切其实都被躲在暗处的阿美看了个一清二楚，她比望月早一步到教室，亲眼目睹了阿红被霍霍女残害的全过程。要是换做正常人，早就吓得屁滚尿流报警了。可阿美也不是一般的炮，她非但不害怕，反而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查清楚霍霍女的底细，亲手杀了她，为男神报仇。为了寻找线索，阿美天天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，没日没夜的翻阅旧报纸和档案，终于让她查到了一桩10年前的离奇命案。10年前有个叫拓哉的高二男生，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惨死在稻田里，双眼被挖，嘴里还被插满了稻穗。当时所有的八卦周刊都在报道，说拓哉是被传说中的霍霍女给害死的。顺着这条线索，阿美找到了当年拓哉的同班同学小山，他现在在一家咖啡馆里当服务员。阿美也不废话，直接就问了当年的事儿。小三叹了口气，给阿美讲了一个炸裂的故事。原来传说中的霍霍女其实是当年他们班有个叫小百合的女同学。小百合长得有点胖，性格又内向自卑，在班里总是被别人欺负，可她偏偏喜欢上了校草拓哉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写了一封情书，偷偷塞进了拓哉的储物柜里。结果第二天情书就被其他同学发现了，全班人都围着他嘲笑，说他也不撒撒尿照照自己，胖得跟猪一样还敢追校草。就在小百合最无助的时候，拓哉走进了教室，本以为他会像偶像剧里的男一号一样替小百合解围，可谁知这货也不是啥好鸟，走到小百合面前，笑着就嘲讽了一句：死ねばいいんだよ。这句话算是彻底击碎了小百合最后的希望。当天下午，他就从教学楼的天台纵身跳了下去。可小百合的死并没有换来任何人的同情，同学们反而更加变本加厉地嘲讽她，甚至还给她起了个外号霍霍女。结果刚到1周，拓哉就疯了，整天对着空气发疯，就像有啥恐怖的东西缠上他一样。最后人们在稻田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死状和现在的阿红一样。听完小山的讲述，阿美觉得更加不对劲了。如果霍霍女真的是小百合的冤魂，那么她报完仇就该安息了，为什么10年后还要杀一个毫不相干的阿红呢？这中间肯定还有别的隐情。带着这个疑问，小美继续调查，结果又发现了2起更加离奇的案件。第一起案件发生在一栋合租公寓里，住着5个追梦的年轻人，其中有个叫鸣人的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，同时和3个女生搞暧昧。这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阿红的新闻，不仅没有丝毫敬畏，还调侃说霍霍女的眼光不咋地啊，还不如找他呢。话说好的不灵，坏的灵，结果当天晚上报应就来了。鸣人趁女友小薇睡着，偷偷溜进了另一个女生小丹的房间。等他完事回到自己房间，推开门的瞬间，直接吓傻了。只见墙壁上、天花板上、床上密密麻麻的写满了“喜欢你”3个字。小薇这时候也发现了墙上的字，气得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客厅，质问是谁干的。结果吵着吵着，鸣人的另外2个情人也爆雷了。小薇当场就要跟闺蜜撕逼，鸣人渣男的真面目被彻底揭穿，几个人都闹了个大红脸。鸣人眼看事情败露，自己一个人躲在隔壁房间不敢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一滩黏糊糊的液体淋了他一头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霍霍女流着满嘴的哈喇子从天花板上垂下来，她估计这时候后悔死了，当初嘴有多贱，现在就有多害怕。只见霍霍女像只可爱的毛毛虫一样蠕动下了楼梯，紧接着用后背爬到了鸣人面前。
鸣人吓得伸出双手，霍霍女也挺懂事的，直接来了个十指相扣。可接下来的画面真是让我看饿了，不对，看吐了。霍霍女从脖子到脸给他舔了个干干净净，要不是鸣人穿着衣服，估计霍霍女都得给他洗个澡。鸣人拼命地挣脱霍霍女后，哭喊着跑向众人求助，可其他人根本看不到霍霍女，都以为她是做了亏心事，精神失常了。可最终，鸣人虽然没有被挖去双眼，但却被霍霍女缠了整整一夜。第二天就彻底疯了，整天只会傻笑，嘴里不停地絮叨着啥。而第二起案件更是诡异，本是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，丈夫是个家暴男，整天游手好闲，除了喝酒就是打老婆孩子。可最近他总说能看到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女人跟着他，性情也变得越来越暴躁。妻子阿晴没办法，只好请了一个大师来家里驱邪。大师看了家里的气场，脸色凝重地告诉他，你丈夫这是被霍霍女缠上了，怨气很重，这瓶御神酒每天放在床头就能暂时压制住他。说完大师就走了，丈夫根本不信，把御神酒扔在一边，还说大师就是个江湖骗子。结果到了第二天，原本清澈的御神酒竟然变成了一坨黑乎乎的芝麻糊。到了中午，丈夫的脾气更加暴躁了，仅仅是因为吃饭时阿晴忘了放擦手的热毛巾，他就把满桌子的饭菜全都霍霍一遍。接着更是一把掀翻的桌子，对着他破口大骂，还让妻子再重新做一遍。你说他是不是有病啊？到了深夜，丈夫睡得正香，突然感觉有人在拽他的被子，他睁眼一看，身上盖的哪是被子啊，分明就是霍霍女的粉色长裙。丈夫吓得赶紧去找御神酒，可拿起酒瓶一看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他转头看向阿晴，只见阿晴正对着他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原来妻子早就把驱邪的御神酒给扔了，为的就是想借霍霍女的手干掉这个欺压她10几年的丈夫。眼看丈夫想逃跑，她用木头死死抵住房门，把丈夫和霍霍女锁在了客厅里，让他俩慢慢玩。就在这时，阿美竟然拿着高压锅出现了，把丈夫吓了个半死。原来阿美早就听说这家人被霍霍女盯上了，特意潜伏进来，打算用自己做的高压锅炸弹炸死霍霍女，为男神报仇。可谁知关键时候炸弹遥控器竟然失灵了，霍霍女一个大嘴巴子就把她扇飞了出去。丈夫趁机逃跑，躲在衣柜旁不敢出声。可下一秒，男人还是被霍霍女拖进了黑暗深处，再也没有出来了。丈夫死后，阿晴本以为终于解脱了，可没想到霍霍女竟然缠上了她5岁的儿子洋洋。洋洋整天对着空气挥手，并且在本子上画下了霍霍女的样子，嘴里不停喊着姐姐陪我玩。阿晴是吓坏了，为了救儿子，她再次请来了当地最厉害的驱魔团队。可大神一顿操作，竟然真的给霍霍女给招来了。終わったんですか？吉田ゆりか。奈何霍霍女实力太恐怖，就在大师说出霍霍女名字的瞬间，她的脑袋竟然被硬生生的扯下来。阿晴来不及害怕，赶紧找到了霍霍女小百合的家。开门的正是小百合的母亲。阿晴谎称自己是小百合的同学，想来祭拜一下她。可就在这时，屋里却传来一个女声。阿晴回头一看，当场就尬住了。只见一个瘦弱的女人从屋里走出来，她竟然就是小百合本人。原来当年小百合跳楼并没有死，她摔在了楼下的草丛里，只是摔断了腿，之后就一直在家养伤，再也没有去上学了。于是同学们以讹传讹，才说她跳楼自杀，变成霍霍女。小百合告诉阿晴，当年她被拓哉羞辱后伤心欲绝，听说后山有一棵很灵的断缘树，只要把写着对方名字的情书用镰刀钉在树干上，就能斩断孽缘。他是听劝照做了，整个人瞬间就轻松了下来，似乎所有的怨气都被大树给吸收了一样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没过几天就听说拓哉的死讯，然后越来越多的人模仿他，把自己的烦恼和怨恨写在纸条上，钉在断缘树上。久而久之，那棵树上就钉满了镰刀和纸条，每一张纸条上都写着一个自己恨的人的名字。阿晴听完，立刻赶往后山的断缘树。当他看到那棵树的时候，彻底被震惊了。只见整棵树密密麻麻的扎满了镰刀，上面挂着一张张泛黄的纸条，看起来阴森恐怖。阿晴在树上仔细寻找，终于找到了写着洋洋名字的纸条。就在他拼命拔掉镰刀的时候，阿美偷偷潜入了他家，带走了洋洋。原来阿美想用洋洋当诱饵，引霍霍女现身。她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布置好了陷阱，地上铺满了饼干，只要霍霍女一踩上去就能知道她的位置。加湿器里也是装满了御神酒，用来削弱霍霍女的力量。最后就是那个高压锅炸弹，准备给霍霍女致命一击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没过多久，门口就传来了动静，地上的饼干被踩得粉碎。阿美立刻打开加湿器，御神酒喷雾弥漫在整个房间里。可关键是这个高压锅炸弹又失灵了。阿美一气之下用御神酒直接泼向了霍霍女。这时的霍霍女被迫现出了原形，她浑身湿漉漉的，像一只毛毛虫一样在地上爬行，嘴里还在不停念叨着喜欢你，一步步的爬向了洋洋。就在阿美准备再次引爆炸弹的时候，洋洋突然笑了，他看着霍霍女，天真的说出了几个字：僕も大好きだよ。这句话让霍霍女瞬间愣在原地，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。这是她几十年来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喜欢她。也就在这时，阿晴终于拔掉了洋洋名字上的镰刀。诅咒解除的瞬间，霍霍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了下去，瘫在地上变成了一张皮。阿美就追着这张皮一路跑到了后山的断缘树下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正举着镰刀往树上钉新的纸条，而这个人竟然是小山。原来小山才是所有悲剧的幕后黑手。学生时代的他性格懦弱，经常被拓哉霸凌。有一次拓哉甚至把他踢得满脸狗屎。他躲在暗处偷偷哭的时候，刚好看到了小百合在断缘树上钉纸条。没过几天，拓哉就死了。小山这才发现这棵断缘树拥有恐怖的诅咒力量，只要把名字钉在上面，那个人就会遭到霍霍女的报复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开始力愿断缘树，报复所有欺负过他的人。看着这些人一个个惨死，他的心里变得越来越扭曲。到最后，他只要看到秀恩爱的情侣，就会心生嫉妒，把男方的名字钉在树上。甚至连5岁的洋洋，只是因为和一个小女孩玩得比较开心，竟然也成了他的目标。得知真相的阿美一言不发，眼里充满了杀意。他默默地拿出那个高压锅炸弹，用力地扔向断缘树。只听一声巨响过后，断缘树被拦腰炸断，无数镰刀是漫天飞。恐怖的是，树心里藏着的正是霍霍女这些年挖走的所有眼珠子，而小山也被无数飞来的镰刀刺穿了心脏，和他种下的诅咒一起灰飞烟灭。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也没有什么霍霍女，霍霍女不是小百合，也不是阿美，她其实是所有爱而不得又被这个世界抛弃的女人，心中积攒的怨恨化成了影子。而那棵断缘树其实就是一面镜子，你往上面钉什么，它就会长出什么。你定下的是怨恨，收获的就是死亡；你付出的是善意，得到的才是温暖。恶意从来不会凭空消失，它只会在人与人之间不断嫁接。如果当年拓哉没有说出那句残忍的话，如果同学们没有嘲笑小百合，如果小山没有被霸凌，也许这一切的悲剧都不会发生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对身边的人多一点善意，少一点恶意，不要让自己成为下一个霍霍女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